沈从容被封为战神，却偏爱屠城。9岁那年，他屠我满门，偌大的院落堆满了我至亲至爱的尸骸腥血。战后，沈从容却此用军功求娶了心上人，而我将自己迈入京城第一字号青楼。后来，他因和夫人赌气来到宜春楼，然后点了我的牌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满门尽数被屠杀后，我隐姓埋名来到了京城，却见满街街是红绸灯笼。周围人见我疑惑，便笑着为我解惑。小乞丐，这是沈小将军要大婚了。他斩杀了边关作乱的隋氏一族，皇帝大喜，便给他和他的心上人首府之女贺小姐赐婚。大婚3日，沈将军便派人来街上布红绸、散金银，想让百姓与之同喜。而这时，一少年策马奔过，墨发银铠，轻狂肆意，如骄阳般耀眼。百姓们见之，纷纷欢呼道：“沈小将军，祝你大婚吉祥如意啊！”少年回首，轻勾嘴角，那必然吉祥。他视线一转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神色嫌恶，真晦气，京城竟还有乞丐。说罢，他策马离开，留下满地金银。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，我捡起一枚金币，然后转身走进了京都第一字号青楼宜春楼。宜春楼管事是花妈妈，她留下了我，又因着我容色好，哪怕年龄尚小，她也派人精心教养着。她教我礼仪话术，教我琴艺画技，教我察言观色，教我柔媚娇弱。比起教养花魁，更像在培养一个大家小姐。楼内有人眼红，便想毁了我的容貌。花妈妈将其打了个半死。那人不甘心地说花妈妈不公平。花妈妈嗤笑着抓住那人的头发，将他拖到我脚边，嗓音阴冷如冰：“你自己睁眼看看，你可有她半分美貌？这京城第一美人，被沈将军宠上天的贺斋月，只怕也不及她7分。便已迷的沈将军不知东南西北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说公不公平？”说罢，便让人将他扔到了后院。我冷眼旁观这一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花妈妈见我处事不惊，更是满意，笑着对我说：“花荣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”脸，我当然懂她的未尽之言。后来我再次见到那人时，他已浑身溃烂的不成样子。看到我，他用尽全力嘶吼着：“花荣，你等着吧，别看他待你如珍似玉，等你年老色衰，你只会比我更惨。”这道理我知道，父皇曾告诉我，这世上除了父母至亲，没人会毫无理由的待我好，要么有所求，有所图。而花妈妈是盼着将我卖出大价钱，此事人尽皆知，但没人知道我要的便是他这心思。如果他不为我造势，我又怎能再次见到杀我满门的仇人呢？15岁那年，我初次登台表演，偌大的舞台上拉上一层薄纱，我轻轻拨动琴弦，衣袖翻飞若舞，映入蓝纱，恍若蝶翼颤动，曲音如凤凰轻吟，婉转入耳，一曲京城。自那日后，我花荣的名字传遍了京城，而这也让我再次见到了沈从容。他是被裴小侯爷带来的，这2个都是京城数1数2的金贵人物。站在门外，我听到了裴明瑜正笑着调侃沈从容：“从容，你和夫人吵架，与其在家中烦心，不如来这销魂的逍遥逍遥。娇女美玉，就算你为贺大小姐守身如玉，散散心也是好的。”沈从容沉默。裴明瑜又说道：“说真的，你成婚5年未有一子，沈老夫人为你纳妾本就应该。贺斋月到底发什么疯，还把你的脸抓闹成这样？明日上朝你可又要被嘲笑了。”推门而入，我一眼便看到了沈从容脸上脖颈上的抓痕，一道道都渗着血。他肤色白，便更显骇人，但我只当看不到，怀抱琵琶，身姿轻盈地走至2人面前，颔首垂眸，便露出了细腻如玉的后颈。奴家花荣，特来伺候2位也。包厢内，裴明宇打量了我一番，笑着对沈从容道：“我竟不知这京城还藏着这等美人，只怕要比贺斋月还美上几分。”言语细谢，却不想竟惹恼了沈从容。他上前掐住了我的下巴，目光冷冰：“
一个卑贱之人也配和我夫人比较？他力道极大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捏碎我的下颌。我腾白了脸，神色怯弱而仓皇。还请裴小侯爷莫要开奴家玩笑了，奴家卑贱之躯，以色是人罢了，怎堪和将军夫人相提并论？话音随着眼泪一同落下，凄凄哀哀，宛如芍药般动人心魄，惹人生怜。而我更知这个角度我有几分笑思和摘月。果然，沈从容漆黑的眸子凝滞，虽未松手，却松了力道。直到裴明瑜道：“花娘子，听说你琴艺高超，就请你弹奏一二，帮我这挚友解解心头烦闷吧。”是。沈从容这才松开我。我坐下，随着纤纤玉手快速地拨弄琴弦，泉水般清润的琴音飞泻而出。琴音婉转动听，如黄鹂低鸣，又如雪山清泉，泠泠清越。裴明瑜听得如痴如醉，连沈从容都放下了酒杯，抬眸，目光沉沉地落在了我身上。他自己只怕都没注意，他从进门时便紧皱的眉头，这一刻舒展了。我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而这时门突然被敲响，将军府管家走了进来，满眼焦急。将军夫人，听说你来了宜春楼，在府里竟闹着要自尽呢。闻言，沈从容豁然起身，头也不回地朝外大步走去。可临到门前，男人突然转头看向了我，嗓音低沉：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垂眸眼下眼底的笑意，开口却如花瓣般怯弱：“奴家花荣。”京城人尽皆知，沈从容成婚5年，却未有子嗣。他守着和贺斋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约定，便绝不纳妾，甚至从不踏入风月场馆。前不久，沈老夫人不满，决定操办着纳妾，却惹怒了贺斋月，他大闹侯府，虽让纳妾事宜烟消云散，却也气病了沈老夫人。沈从容即使爱他如命，难道就能纵容他对自己的母亲如此跋扈不孝吗？如果能，又怎能来到宜春楼呢？这是赌气还是示威？谁说的准呢？送走了沈从容和裴小侯爷，花妈妈这急忙慌地走了进来，见我下巴已是青紫，连忙让人给我敷药。一时间清凉盖过了火辣辣的疼。花妈妈叹声道：“这般不留情，看来沈将军真是爱极了夫人，他这块铁板当真是撬不动。”我似笑非笑地挑眉看他，站起身走至窗沿，正好对上男人锋利的眼眸。我颔首轻笑，一派柔顺，可开口，语气却是冷讽：“妈妈，人最怕的便是破戒，因为一旦破了戒，欲望便如破堤之水，不可止。”再次见到沈从容，是在3日后。他一身玄衣，眉眼郁郁：“你可会凤求凰？”“会。”我垂手轻拨琴弦，琴音婉转，倾诉有情人的情长，缠绵悱恻，却不同于其他歌妓的刻意柔媚。沈从容靠在卧榻之上，侧眸看我，静静地听着，竟不知不觉睡熟了过去。一曲罢，我远远看着无知无觉的男人，就好像如今我亲手杀了他，他会在沉睡中欣然赴死。我攥紧手心，站起身，拿起手册玉盒，走至他面前。可刚抬起手，却被男人一把抓住。我抬眸去看，却发现男人眼眸清亮，哪有半分小气后的惺忪。他根本没睡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力道极大，我含泪忍痛，将玉盒递到了他面前。奴家只是想为将军敷药。他甩开我的手，别做多余的事。玉容膏。沈从容嗅着膏药药香，冷笑一声，想不到你这卑贱之人竟有如此珍贵药。这话是刺人心的羞辱，十分刻意，像是故意想惹怒我。我抿了抿嘴，却突然温柔轻笑：“将军不比奴家，奴家以色侍人，自然在意容貌，免得年老色衰，下场凄惨。”沈从容愣了一下，没料到我会如此坦然，坦然到好似不以为耻。花妈妈也曾说过，沈从容其实并不爱娇媚女子。贺斋月也是清冷大美人，对待她绝不可过分弱，亦不可过分强，其中拿捏的分寸，我学了5年，就为了此时此刻引起她的注意。奴家知道自身卑贱，比之将军是云泥之别，但将军是人人敬仰的英雄，
奴家也是不忍将军被人耻笑奚落的。我眼眸闪烁着星光，嗓音低柔软绵，将军，还请让奴家为您敷药吧。沈从容凝望着我，眸中某些情绪翻滚，却终是点了点头。那我便允了你。谢将军。我指尖划过，触之冰凉。我半抬起身，跪在沈从容面前，小心翼翼地将药膏涂抹在男人侧颈上一道又一道的血痕上。沈从容嗅着近在鼻尖的清香，眼皮微颤，不动声色地移开眼，手却无意识地攥紧，也就没注意到，方才满心仰慕他的少女此刻的目光是那般的冰冷空洞。那日后，沈从容便时常光顾宜春楼，不干别的，只是听曲。有时听着听着，他便安睡过去。后来，他更是将公务搬到了宜春楼。他书写，我便为他研墨；他困倦，我便为他按摩。他每次来出手都十分大方，惹得花妈妈每次都笑开了颜。楼里一姐妹因妒恨我，竟用迷情香设法勾走沈从容，可下一秒就被沈从容抓住头发，扔出了门外，又让副将将其带去军营，充作军妓。那日，宜春楼姐妹无不被沈从容的暴力冷血吓得花容失色，瑟瑟发抖，只我一人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。他见到我，眼神一滞，随即冷声道：“花容进来。”进门后，我本想拿起琵琶，下一秒却手一颤，琵琶砸在了地上。我愣了一下，沈从容却缓了脸色，笑了一声：“还以为你不怕呢。”我长睫微颤，小心地捡起了琵琶，轻声道：“怎会不怕呢？奴家和他一样卑贱，只怕有一日惹恼了将军，和他落得一个下场。”沈从容却出声打断了我：“你和他不一样。”但是哪里不一样？他却不再说了，只是让我弹琴。等他再次出包厢内，脸上已无半分怒意。临走时，他在马上垂眸看我，突然说了2个字：“别怕。”我动作一顿，再抬头，已是满眼笑意。奴家信将军。自此后，不少人便传沈从容已是我的入幕之宾，只怕不久就会纳我进门。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，贺斋月虽在后宅，也有所耳闻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派大丫鬟带着人砸了宜春楼，摔碎了我的琵琶，满是狼藉。大丫鬟掐着我的下巴，狠狠地扇了我数十个巴掌，眉眼巨傲极了。一个贱人，怎敢肖想将军府？今日是给你的教训，再不知好歹，小心你的贱命。说罢，便带人离去。等人离开，花妈妈才哭喊着朝我扑了过来，尖声让人给我准备药膏，绝不允许我的脸有一丝一毫的损伤。可我却笑了，笑得灿然。宜春楼一事后，我便撤了牌子，休养生息，等着脸上的伤慢慢痊愈。不少人都说我被毁容了，沈从容也不会再来光顾我。而沈从容也的确接连7日未曾来过，仿佛坐实了被抛弃的说法。楼里姐妹见到我，无不讥讽嘲笑，发泄着过往被我压着出不了头的郁气。花妈妈急得头发都快白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难道就这么功亏一篑了吗？我看着镜中娇媚无瑕的脸，轻扯嘴角：“妈妈，他不来，就逼着他来就是了。”次日，宜春楼重新挂上了我的牌子，只是不同往日，这次不再只是一集。一时间，不少人都争着抢着想尝尝沈大将军用过的女人的滋味，好似这样就能压过沈从容一头。金子银子疯狂地向着花妈妈砸去，花妈妈喜不胜收，正让人筹算着最终的胜利者。下一秒，有人突然破门而入，循声望去，竟是沈从容。他俊美的面容极其阴沉，眼神阴鸷地环顾四周，周围人无不在他的压迫中目光闪躲，瑟缩地隐藏自己，直至他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不畏不惧，反而灿然一笑，开口一如往昔般温柔：“将军，您来了。”不等我话音落下，他大步上前，牵着我的手冲向了包厢，一脚踢开了门，将我狠狠地摔在了床上，压在了我身上，掐住了我的下巴，眼眸深邃如渊。“花容，你就那么饥渴，那么想要男人吗？我几天没来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别的男人。”他言语刻薄割心。
我却满脸平静，语气轻轻的：将军，奴家是青楼女子，接客总是逃不掉的。我对于你们达官显贵来说，就如一个物件玩意，价高者得。沈从容一愣，我抬手，指尖划过他的脸颊，笑了笑。更何况上次的事因我而起，楼里的损失，妈妈自然要从我身上讨回来的。闻言，沈从容眉心微皱，攥住我的手，眼底满是阴沉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当你第一个客人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抬起手臂，环住了他的脖颈，轻轻拉，便是火热的吻。那晚，红烛亮了一夜，玫红帷幔落下来，交叠的人影匆匆，暧昧声混着水声在房间弥漫。这时，一条凝脂般的手臂无力地落在了外面，下一秒就被拉到了男人唇边，亲吻落痕，如雪后红梅般惑人心魄。花荣，你是我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正穿衣的沈从容见我有动静，低头轻轻吻了吻我的脸颊，嗓音是咽足后的沙哑：再睡一会儿，晚上来看你。我嗯了一声，主动吻在了他唇角。将军，我等你。沈从容笑了一声，便转身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直起身，脸上没有半分方才的倾慕和迷糊，满目清醒。下了床，看着镜中自己满身的痕迹，我冷笑了一声。经此一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沈从容黄金万两点了我的牌子，是我的入幕之宾。不是没人再想点我的牌子。江南一富家子被人撺掇着点了我献琴，沈从容当晚来了，知晓此事，扭身就离开了。次日，那富家子便被打断了腿，扔在了城门外。花妈妈还跟我念叨，两腿都快碎成渣了，肉连着骨头，血肉模糊的，可怕得很。听说他昏迷前一直嚷嚷着是沈家人干的，只不过官兵没人信，只说他是喝醉了摔的。他的眼神意味深长，我未知与否，只是抬手将沈从容新送来的红宝石玉簪别到了发髻上。这宝石成色极好，极其珍贵，满京城也只有一二。听送来的下人说，是沈从容亲自挑的宝石和样式，说是衬我。他宠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热烈赤诚。看着镜中明艳更甚的面孔，我勾起一抹笑，信不信的，谁又敢得罪镇国将军府？此事后，我的牌子便被暂时撤下了。人人都说沈从容一心扑到了我身上，对我宠爱非常，流言蜚语传得满京城沸沸扬扬。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贺斋月，沈府女主人沈从容的白月光。那日我被招去沈府献艺，宾客迎门，贺斋月和沈从容坐至高处。一曲奏罢，贺斋月唤我上前，他居高临下的瞥着我，仿佛在看一只自不量力的蝼蚁。的确长得不错，怪不得从容能看上你。不过青楼脏贱之地，你身上免不得沾上些脏病臭病，以免传染给将军，不如今日将你纳为妾室可好？将军你觉得呢？他笑着看向了沈从容，仿佛真是一个贤惠端庄的将军夫人。而我抱着怀里的琵琶，眼睛微亮，似有期待地看向了沈从容。可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冷笑了一声。他身份低贱，不配为将军妾。此话一出，周围人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似是讥讽，似是冷嘲，更是笑话我的痴心妄想。我脸色煞白，眼眸中的光瞬间褪去，最后看了一眼沈从容，便低下了头，只是死死地攥紧了手心，鲜血滴落，下一秒便染红了琴弦。沈从容注意到，脸色一紧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抬手将一只牡丹宝石簪亲自戴到了贺斋月的发髻上。众目睽睽下，贺斋月也不免羞红了脸。接着，沈从容和他耳语了几句，又和宾客解释自己去办些公事，便带着手下离开了。他走后，贺斋月不耐地让我退下。走到拐角处，我还能听到客人对我的讥讽嘲笑。一个贱人而已，将军也只是玩玩而已，哪比得上夫人您？是啊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，将军当初只因更风光的娶你，出兵征伐作乱的受事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而且你看这簪子上的绿翡翠，可是前朝贵妃和皇帝的定情之物，听说是一红一绿，前朝覆灭后先后丢失。将军这是寻得了绿翡翠，
便迫不及待地送给了夫人你呢，将军可真是爱你。花容一个青楼女子，做妾都不配。将军看来很清楚，对她没动心，就是尝尝鲜而已。我脚步微顿，片刻后才缓步离开。可等上马车时，却看到里面坐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人，沈从容。他牵我上了马车，看着我掌心被自己掐出的伤，低声问道：“疼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语气温顺：“将军，奴家不疼。”他叹息一声，小心地给我上药。我疼得一颤，他动作便更小心了些。见我发髻上空荡荡，只一支素簪，他突然问道：“送你的簪子怎么没带？”那只红宝石簪子，我只知道它珍贵，却没想到沈从容会将一只送给了我，另外一只送给了贺斋月。如果贺斋月知晓，只怕今日会当场要了我的命，而是会直接要了我的命。可我开口却是解释道：“奴家身份配不上簪子，带出去总惹人笑话。”闻言，沈从容却是沉默了片刻，才说道：“你怨我？”我动作一顿，似是震惊地看向了他，随后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奴家自知身份卑贱，不敢奢求名分，只盼着能多陪陪将军就够了。而且我的目的从不是为妾，即使我要进沈府，也要等到我在沈从容心中分量足够击溃贺斋月才行。现在可不行。”话音落下，沈从容小心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叹了一口气，嗓音低沉：“你啊，从小都这么懂事吗？”闻言，我愣了一下，片刻后我才开口道：“不是，奴家儿时是家中最不懂事的孩子。我从小便生在边关，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是风追云云追马的辽阔。那里对女子的限制并不如京城一般严苛，我时常跟随父兄在西北平原跑马奔驰，开心了就肆意的笑，伤心了便大胆的哭。母亲经常沉着脸，让我有些名媛小姐的矜持，不然将来嫁了人是要被笑话的。甚至为此请来了宫中的老嬷嬷，专门教习我。可我总是学不好，也不爱学。嬷嬷对我无奈又无助，只能向母亲、父亲告状。母亲决定好好训斥我一顿，可父亲却将一把将我抱在脖子上，像骑大马一般在院子里跑，逗得我咯咯笑。他说：“我们寿家的女儿嫁给谁是谁的福气，谁敢笑话？”母亲无奈看着我们父女俩，兄长姐姐也纷纷附和起来。弟弟则是抱住了父亲的大腿，争着也要骑大马。父亲便将我和弟弟一个肩头扛一个。那时寿家大院里遍处都是欢声笑语。那时我也可以不懂事不听话，是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，都有人帮我撑腰。就如同贺斋月，她可以因为生气和婆婆大吵一架，可以肆意而活，可以跋扈，是因为沈从容和贺家人会为她撑腰。可如今我不再是寿家小姐，我的家族也早已覆灭，我只不过是个青楼女子，看着光鲜亮丽，实际上离了沈从容，身份低贱的谁都能踩一脚。寿明慧可以不懂事，但花容不能不懂事，因为花容无人可依，哪怕是沈从容。他如今对我看似宠爱，但我如果真的恃宠而骄，和贺斋月打擂台，我马上就会被舍弃，就如同今日一样。沈从容绝不会为了我让贺斋月难堪，二选一的情况下，沈从容也绝对不可能选择我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，而贺斋月却不知道。他执着于追求沈从容的专一，更无法容忍沈从容对我的宠爱，却又自恃身份，不愿让我一个低贱之人脏了他的手。但他不知，他每次对我的为难，都只会惹得沈从容对我更加怜惜。就像他不知道，男人所谓的情深如海，一心一意都是笑话。两人感情一旦出现裂痕，就绝不可能再如初始般完美。而且多年未有一子，上次沈老夫人择选妾室的事，沈从容真的不知情吗？还是他也想以此试探贺斋月的底线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贺斋月中会带着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期许，一步步地走向覆灭。而我不是诱因，沈从容才是。他的心早已在日积月累的时光中悄悄变了。宴会一事后，沈从容说我命贱不配进沈府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不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。
觉得我定然会被沈从容厌弃。可等了几日，却发现我沈从容依旧正常进出宜春楼，也指点我的牌子。一箱又一箱的奇珍异宝，在不为人知时，流水般落满了我的房里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是宜春楼最有钱的姑娘。花妈妈担心我会赎身，旁敲侧击地提起过此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能去哪呢？我轻轻笑了一声。天下之大，早已没有我的安身之所了。我哪也不想去，也不能去。这晚到了深夜，沈从容都不曾来宜春楼。本以为他不会来了，我正打算歇下时，花妈妈突然扶着醉醺醺的沈从容走进了房里。她对我对着口型，又吵架了。我上前接住了男人，将其扶到了床上，帮他轻轻按摩。将军，头疼吗？沈从容醉红了一张脸，眉心死死皱起，喃喃自语：为什么都在逼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逼我？我动作微顿，瞬间明白他为何借酒消愁了。沈从容是家中独子，承担着家中传承重担。沈家可以容许他只娶一个，但绝不容许他多年未有子嗣，便一次次施压，逼他那妾生子。而贺斋月是贺家捧在手心的宝贝，贺家绝不容许他受委屈。贺斋月满心满眼都是沈从容，怎么容得下他那妾生子？贺斋月和沈家上下的关系愈加紧张。沈从容精于行军打仗，却对家宅关系毫无办法。今日更是和贺斋月因此发生了争吵，所以才来此找我。我抿了抿嘴，轻声道：将军，歇息吧。沈从容含糊地嗯了一声。可当我正帮着他解下腰带时，他突然沉声道：花荣，你可愿？我抬头看他，正对上他黑漆漆的眼眸。可片刻后，他却没把后半句说出来，只是摇了摇头。没事了。在他炙热的目光中，我温顺一笑，下一秒突然被他拦腰抱起，摔进了床上。红烛不熄，暧昧横生。次一早，我发现沈从容如往日般离开，婢女给我端来了一碗黑漆漆的药。沈从容曾说是补身的，但我知道是避孕汤。我本想一口喝下，可沈从容却挥退了婢女，解释道：你身子已经好了，不需要再进补了。我一愣，随即灿然一笑：谢将军。花妈妈听说我断了避孕汤，找上了我。你如果怀孕，被贺家或者贺斋月知道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即使沈家如今期盼子嗣，但知道你的身份，也绝对讨不到好，最多就是去母流子。你和将军日日相伴，我本以为他对你多少有些感情，如今看，最毒果然男人心。他气得一拍桌子，眼圈微微赤红。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，仿佛被吓到了，脸色微微发白。将军说过会护着我的，我信他。花妈妈皱紧了眉头，嘱咐道：花荣，听妈妈的话，要继续喝药，绝不能怀孕。我却打断了她，抬手轻轻抹撒着红宝石的光滑的纹路，轻声道：妈妈，没关系，我本就是贱命一条，哪怕最后谁都容不下我，死之前能为将军做些事，也算值了。等我死后，我房内的银子珠宝妈妈便留下做个念想吧。花荣见我如此执拗，红了眼眶，心疼地抱紧了我。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我坚定地点头。喜欢，喜欢将军。傻孩子，你真够傻的。在花妈妈的叹息中，我目光不露痕迹地落在窗外，听到细碎的脚步声逐渐离去，我轻轻勾起了嘴角。到了傍晚，沈从容来时跟我说道：蓉儿，我已消了你的箭疾，帮你寻了新的住处，明日我让你陪你过去。我眼睛一亮，又惊又喜地看着男人。见他认真，我眼睫微弯，开心极了。好，听将军的，你就不问问是哪里，不怕我害了你？他轻笑着牵住了我，我靠在他胸口，抬头看，满目仰慕，将军不会害我的。他垂眸看我，轻轻挽起我的长发，亲吻在我的脖颈，嗓音低沉带着哑：是，我会护着你的。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我嘴角轻轻划过一丝隐秘的得逞。没了箭疾，便是良民，无人能毫无理由地要了我的命。贺斋月不行，沈家也不行。一场满心仰慕甘心牺牲的好戏，让我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。我被安顿到了郊外的宜秀楼里，院子里种着桃花，春意盎然，
风吹过，卷起一地浅粉花瓣，花香四溢，美不胜收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沈从容对我的确上心。或许他只是想要个孩子缓解贺斋月和沈家的矛盾，并非真的要我的命。5月时，我被查出怀了身孕，沈从容高兴极了，重重赏了照顾我的奴婢和大夫。那晚，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并不显怀的肚子，嗓音满是笑意：“蓉儿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”我轻轻笑：“是啊，将军，妾有你的孩子了。”那日后，沈从容来得更勤了，有时甚至接连半月都宿在绣楼里。每夜我们相拥而眠，像极了寻常夫妻。我能察觉到沈从容看向我的目光一日比一日温情。他瞒着所有人将我移出宜春楼，安顿到这里生产，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我被贺斋月发现了，他押着我来到了沈府，见到了沈老夫人。沈老夫人知晓了我的出身，却又听闻我有孕在身，满脸怒意瞬间褪去，眼神微亮。那不如择日让你入沈府为妾可好？贺斋月脸色巨变，他能以此来试探沈从容，是知晓他绝不会同意。但沈老夫人期盼子嗣已久，又是长辈，上次因妾的事，婆媳两人闹得不可开交，沈从容因此冷了他半月，让我有了可乘之机。这次他不敢再反驳，只能赤红着眼瞪着我，生怕我真的同意。但我怎会同意呢？这本就是沈老夫人在试探我是否本分。我俯身长跪，轻声道：“妾身自知身份卑贱，只想伺候将军，并不敢奢求名分。至于孩子，妾身生下后就交与将军。他是将军之子，妾身不配为他的母亲。”闻言，沈老夫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笑意更深：“好孩子，怪不得从容心疼你，不像些其他人不守本分。”这话明着说是夸我，实际上却说贺斋月跋扈善妒，不守主母为家族开枝散叶的本分。贺斋月气得脸色发青，死死地攥紧了手帕，看向我的目光更加怨毒。临走时，贺斋月拦在了我的马车前，眼神阴冷盯着我：“你不要以为怀个孩子就能一飞冲天，我绝不容许你这种贱人进门。”我语气淡淡：“夫人，妾本就无意进沈府，更不想为妾。”贺斋月脸色更难看：“难道你还想当夫人不成？”“别做梦了。”“不想。”我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：“妾生下孩子后，如若夫人看妾不顺眼，那妾会离开这里。”话音刚落，沈从容突然从身后走来，他似是匆匆而来，鬓角被汗浸湿，打量了我一番，见我无恙，才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，却又突然想起我的话，脸色冷了下来：“不留在这儿，你要去哪儿？”我抿了抿嘴，并未回答。他眼睛微眯，随即牵着我走向了马车。他心里不爽，却还在照顾着我的孕肚，小心翼翼。坐上马车，我轻轻掀开车帘，对上了贺斋月苍白震惊的目光。他当然震惊，因为他是若珍宝的丈夫，这一次完全忽略了他的存在，反而对他看不起的贱人万般呵护。我轻轻勾起嘴角，这是第一次，在我和贺斋月之间选择了我，而有了第一次，何愁第二次呢？马车上，光影斑驳落在了沈从容脸上，他转头看着我，突然问道：“刚才为时那么说？你真的想要离开？”我眨了眨眼，温柔地笑了笑：“妾都听夫人的。”沈从容一愣，脸色铁青：“那我呢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为我生下了孩子，为什么要听她的？”将军，我看着他，疑惑他为何突然动怒。他见我眉眼怯弱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紧紧地攥住我的手，嗓音低沉却认真：“我说过，我会护着你，你只需要安心生下孩子，剩下我都交给我，别怕。”我抿嘴轻笑，点了点头：“妾信将军。”可孩子终究没能平安生下来。怀孕5月时，贺斋月趁着沈从容出京，派人掳走了我。一个狐妹子贱人，竟然勾得从容没了心智。一定是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，不然从容怎么会不来看我？他狰狞着脸，掐着我的脸。我苍白的脸小心地护住肚子：“我没有。”贺斋月看我已经显怀的孕肚，眼神恨意更盛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
没关系，你不以为你靠着孩子可以母凭子贵吗？那我就除掉这个孽种。你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谁知道这孩子究竟是谁的？说不得是你和那个野男人的野种，想要赖上将军府。他甩开了我，嫌恶地用手帕擦拭双手，嗓音满是恶意。除掉了吧。话音落下，几个粗壮的嬷嬷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逼近了我。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一巴掌甩在了脸上。嬷嬷强硬地捏住我的下巴，将药强行给我灌进了嘴里。将军，救我！我喃喃自语。贺斋月却冷笑了一声，到了如今还在痴心妄想。你以为从容真会为了你让我难堪吗？别做梦了，你个青楼贱人死了，谁都不会在意的。话音未落，门突然被推来，一个人影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冷声喝道：贺斋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贺斋月脸色巨变，下意识地想要解释，可沈从容注意到我，神色猛地慌了。蓉儿，你没事吧？我苍白着脸却笑了。将军，你来救我了。沈从容只觉得掌心温热，抬手看，才发现满地都是鲜血。他在战场不知杀了多少人，见了多少血，这一刻却彻底慌了，满脸仓皇。去找大夫，马上去找大夫。贺斋月慌了神，拉住了沈从容的袖口。从容，我……可沈从容这次不再是温柔，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冷声吩咐道：派人送夫人回府，哪里都不许去。这是禁足，亦是软禁。贺斋月脸色猛地煞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沈从容，可沈从容却已抱着我走远。那一夜，绣楼满是血腥气。沈从容坐在门外，听着屋内传来一阵阵痛呼声，俊美脸上满是煞气。直至大夫走出门，颤颤巍巍宣布我的孩子没有保住，甚至我的命都可能不保。沈从容猛地一把推开了门，走到了我的床边，见血染红了被褥，一滴滴地砸在地上。他小心翼翼地牵住了我的手。我睁眼看着他，满眼苦涩。将军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孩子。沈从容喉口一哽，摇头道：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我摇了摇头，嗓音很轻很弱，仿佛下一秒就没了声息。可能是妾身命贱，不配拥有将军的孩子吧。妾身痴心妄想，做了一场美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但妾身好累啊，总能听到有人在唤我母亲。你说，孩子是不是也在怪我？我问他，眼泪滑落眼眶，进而绝望。沈从容急切地抱住了我，不会的，蓉儿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你要陪着我，我们会再有孩子的。我呆呆地看他，真的吗？沈从容，你没保护好我。我不想信你了。我费力地露出了笑容，眼睛却是空洞无光，仿佛又有了生的希望。沈从容心口更加酸涩，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在我睡下后，嘱咐大夫千倍万倍的小心照顾我，然后转身大步离开了绣楼。听着他脚步消失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哪里有半分的伤心绝望，只是快意。好戏要开始了，用一个孩子击溃贺斋月在沈从容心中最后的美好，足够了。即使贺斋月没来找我，我也绝不会生下这个孩子。杀我满足的人，我每日陪伴他，都足以让我万分恶心。我又怎会真的生下他的孽种？我因小产在绣楼休养了半个月。沈从容不知在忙什么，鲜少踏入。就算来，我也不想见他，他只好每日给我写封信，但我从不曾打开，只能时常看着窗外那棵不知何时枯死的桃树发呆。丫鬟们为哄我开怀，便跟我说着京中趣事。小夫人，将军要以期初的名义和贺斋月和离了。贺斋月在沈府大闹了一场，但这些年他已经得罪光了沈府上下的人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。贺家人上门求情，但将军却将他们全部拒之门外，一个也没见。小夫人，将军这是为你出气呢，孩子总会有的，你也别和将军怄气了。是啊，京中不知多少人盯着将军呢，你再不理会将军，将军一气之下找了别人，那你可怎么办才好啊？那我就死好了。我轻轻扯了扯嘴角，语气很轻却清晰，反正我本就该死的。身后却传来一声冷喝，
胡说，有我在，谁敢？我却不看他，依旧看着桃树。沈从容将我拥入怀中，我没反抗。他突然说道：“蓉儿，我娶你进门好不好？以后你就是沈夫人，谁也不会欺负你了。”我愣怔地看着他，一时没回过神来。他轻轻吻着我的脸颊，告诉我：“花荣，我爱上你了。我不敢告诉你，我害怕你拿着我这颗心玩弄，但我如今更怕你毫无牵挂地离开我。我不知道何时对你动了心，可能是第一次见你，又可能是你第一次奏琴时，我说不清。情不知何起，一往而深。”说话时，他眼里满是对我的浓烈爱意。不知为何，我却想起初见他时，他正坐在高头大马上，正为迎娶了心上人肆意的笑。那时他的眼眸也是如此炙热滚烫，只不过曾经是对贺斋月，如今是对我。贺斋月曾找过我，但沈从容不允许他见我，他怕他伤害我。曾经他心中白月，如今早已碎成了满地残渣。即使如此，他也怕残渣会伤了我。我时常听说贺斋月在贺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只为了见沈从容一面。他有满心的委屈，可谁都不见他，甚至贺家都嫌他丢人，将他软禁在家。沈从容日日都来看我，有时带着新鲜的小玩意逗我开心，有时候又会带着满身伤，是被沈父打的。沈家独子，镇国将军，怎能娶一个青楼女子为正妻？甚至我连做妾都不够格。但沈从容却铁了心，哪怕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依旧不改口。父母和孩子对峙，先败下场的永远是父母。沈父沈母终究是妥协了。沈从容高兴极了，一路小跑地进了绣楼，将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，诉说着对我的爱意，说要给我最隆重最风光的大婚，让所有人都不敢轻视我欺负我。我看着他，轻轻勾起了嘴角。我信将军。大婚前3日，满京城早已挂满了红灯笼。沈从容骑着马走街串巷，将手中金银撒在半空中，一众人哄抢，却也诚心诚意地祝福我和他的婚事美满。大婚当日，沈家便邀了满京城的豪门世家，宴会直至深夜才结束。客人相继离开，家中府兵都在我的提议下，因大喜放了假，各回个家。整个沈府陷入了一阵死寂，只我一人清醒。我抬手轻轻描画着枕边人的面孔，脸上却无半分往日的温柔和柔顺，只剩下空洞的杀意。我下了床，提着早已准备好的油桶，一瓶接着一瓶地倒在了沈府的各个角落。每一间屋子，每一户房间，我都没有放过。然后点燃了火把，一个接一个扔了进去。大火速燃，灿烂的火光瞬间高涨升起，但没人能醒过来，因为我早已在酒中下了足够多的曼陀罗粉。人人都陷在噩梦中，却无法挣扎醒来，只有一个人会醒。蓉儿，你在干什么？沈从容无力地躺在床上，看着依旧穿着大喜婚服的我，有些疑惑。我笑了笑，杀你满门啊。这时他才注意到窗外的火光，我推开窗，让他看得更清楚，看着昔日豪华的沈府是如何被火焰吞噬。他慌了神，拼命挣扎，却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我们沈家？沈从容，你可记得10年前被你屠杀满门的寿家？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。当年你受伤奄奄一息，是我母亲救了你的命。可你呢，却为了更风光的娶你心爱的人，为了你的战功，你谎报寿家在边关作乱，以此为由屠杀了我满门70口人。我兄长待你如手足，而弟弟当年也才3岁，也曾爬上你的腿让你抱他，可你却砍了他们的头，让他们成了你向上爬的梯子。沈从容愣住了，满目狰狞地怒视着我。你是那个失踪的寿家小姐。我微微一笑，眼底却是冷漠。沈从容，你可真蠢，蠢到爱上我，蠢到会不惜一切娶我。但我要感谢你看不起女人，如果不是你的轻视，我又怎么会进入沈府？又怎么会让所有人都对我不防备？你又怎么会在今日满门皆丧命于我手？所以我决定亲手杀了你。我歪了歪头，
将最后一桶油倒在了他的身上。花容，火光中，他俊美的脸孔狰狞无比，可只能让我笑得更大声、更肆意。我亲眼看着他是如何被火焰吞噬，他的惨叫、痛苦、无助，甚至是求饶，对我来说都无比悦耳。直至最后，他被烧成一把焦炭。我不再笑，只是转身走出了门外。神府的人，有的人已经醒来，看着无穷无尽的火光，吓得四处窜逃，而周围的人也察觉出异样，纷纷来帮忙。但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火势太大，太迅猛，水浇不灭，火注定会烧尽这里的一切。时隔10年，我终于报了仇。我转身，看着昔日繁华的神府一点点变得漆黑，变成灰烬。我笑得大声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神府一片混乱，惨叫声、咒骂声层出不穷，只我一人孤零零地站在火光前，看着、望着，眼神空洞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剩兴奋后的无尽疲累。明慧，我愣了一下，很久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我最初的名字。是了，我不叫花容，我是寿家小姐，是边关最明艳、最漂亮的明珠。我叫寿明慧。我循声望去，突然在火光中看到了几抹熟悉的人影。我下意识地向前，想看得更清楚。是父亲母亲，他们站在不远处，笑着对他伸出了手。明慧，快来，父亲母亲来接你了。我兄长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蓝衫，腰间别着我送给他的佩剑，笑得弯了眼睛。小妹，还不快跟上。幼弟坐在兄长的脖子上，也冲我招手，姐姐，快来啊。我高兴地点头，一步步走近他们。走了很久很久，终于牵住了母亲的手，温暖极了。她低头看我，我才发现我竟然变成了小孩子的模样，满脸稚气，却是边关最漂亮的姑娘。母亲亲了亲我的脸，父亲则抱起我，让我骑大马。明慧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了，我想家了，好想，好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